How can I be sure that you won't walk away? Why ain't your love deception? Loving this way. Well, how can I be sure? 机场，这可一点不像。再看挖了你的眼。脾气还不行。全程38公里，预计用时1个小时30分钟。这个点前方道路拥堵，怕是有点堵。请谨慎驾驶。1个小时能到，就是你的。我不开快车。1个小时到地方，不安全。这张卡里有2万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美女，我就说你有眼光，这么多车里面挑中我这辆出租车，整个山城就我的车最快，号称黄色法拉利。就你呀，还黄色法拉利？哼，系好安全带，这一次不达标。好久没开快车了。快！还快！很好，你是这么多年第一个催我快的女人。好，我就满足你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停下。不好意思，来不及了。大西，小事儿。你干什么？美女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人车合一？人车合一？不错。车费100块。你这车，我以后再也不坐。我包里有张卡2万块，自己拿。不用。再见。这人车技这么高超，丝毫不逊色于职业赛车手，又怎会是一个单纯的出租车司机呢？帮我调查一辆车，尾号。这么快就找到我了吗？参见车神！参见车神！参见车神！我早就不是什么车神了。不，你就是车神！你消失这几年，你的徒弟叶无敌继任车神之位，弄得车神会怨声载道，还请您回来主持大局。我回去算什么？可是，师傅，我想成为车神。你还不配。为什么？这些年你看了那么多死亡赛车，但我不知道吗？你害死那么多人，你还不配当车神。师傅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是你？不错，是我在刹车上动了手脚。卑鄙！卑鄙的怕不是我，而是你吧，师傅。如果你早点把赛车上的4大神器配件交给我，现在也不至于这样。师傅，对不住了。叶无敌，没想到吧？当年我跌落悬崖并没有死，如今我实力有所恢复，早晚会夺回属于我的一切了。今日你们先回去吧，见到我的事情要严格保密。等我凑齐了赛车4大神器配件，我自会回来，堂堂正正夺回我的车神之位。是。糟了，忘了接小小放学了。陈总，您找的司机找到了，在哪儿？在阳光小学幼儿园。备车，带我去接见他。
杨晨是吧？对，是我。一个开出租车的邋遢，把你女儿领回去吧。我们这种高级的幼儿园是不收你这种人的女儿的。我开出租车跟我女儿有什么关系？怎么跟你没关系？要不是因为你开出租车导致你女儿没教养，你女儿会在幼儿园打架吗？爸爸，是他先骂我没娘养的。你们幼儿园怎么这么不分青红皂白？明明是他骂人在先，我女儿才动手。不是你女儿的错，难道是别人的错吗？昊天的爸妈开的是奔驰、宝马、保时捷，你开的是什么破出租车？简直是拉低了我们幼儿园的档次。我开出租车怎么了？我也是辛苦挣钱的。人啊，就是分高低贵贱。你自己不努力，导致你女儿被歧视，怪得了谁呢？哎呀！我的宝贝昊天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昊天的家长，你们来的正好。昊天今天被开出租车的女儿给欺负了，要是毁容了可怎么办？你们幼儿园怎么回事？什么样的人都是上学吗？像他们这样的，天天带着一群脏东西。我告诉你，我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把你幼儿园给你拆。昊天爸爸息怒，您放心，我们已经把他给开除了。你们这样做未免有些太过分了，明明是你儿子先骂人的。我骂你？别说骂你，我儿子就算骑在你头上拉屎，也算是你的荣幸。信不信我一句话让你走不出山城？我谁你个锤子！我谁你个锤子！老公，你没事吧？你竟敢打我！你等着，我今天让你走不出山城！赵氏集团的人来了，杨晨，这次你死定了！还有你这个废物女儿，你说谁是废物？陈总，陈总，您怎么来了？陈总，原来是赵氏集团的总裁，上演黑寡妇陈菲菲，没想到你把她给请来了，太厉害了！哎，陈总，您来的正好，我儿子被这个开出租车的女儿欺负了。陈总，你要帮我出口气啊！陈总，将这家幼儿园收购，让他立即毁。通知人事部门，将王国豪革职，再通知业内，永不录用。陈小姐，为什么呀？我做错了什么？他就是个开出租车的废物。居然敢说我陈菲菲的恩人是废物！恩人，陈总，我不知道呀。我要是知道是您的恩人，你给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得罪呀。哎呀，这位爷，你帮我求求情啊！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呀。你刚才说的对，咱们根本就不是一个阶级。让他们消失。是。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欠你一个人情啊，那刚才你已经还过了。路见不平罢了。对了，我是赵氏集团的总裁陈菲菲。啊，陈菲菲。上次要不是你的话，我公公就难说了。这样，我答应你一个任何条件的请求。任何条件？我想要你。想要我？啊？我可是黑寡妇，嫁了3任丈夫，没有一个活过1年的，你敢要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要你帮我找到4大神级赛车配件。4大神级赛车配件，传说中的白虎车轮、朱雀方向盘、玄武卡钳，还有青龙发动机。不错，这些可是神级赛车配件，我也不知道下落。算了，小小，我们走。慢啊！我虽然不知道这神级赛车配件的下落，但是我知道疑似白虎车轮的下落。在哪儿？镇店之宝应该就是白虎车轮了吧？看看，又有不知死活的来了，这怕是今天第4个。前3个撕铁的人已经死在秋名山的悬崖底下了。你要挑战呢？不错，你要挑战？那行，你车呢？兰博基尼啊，还是法拉利啊？出租车。出租车啊！开出租车来挑战赛车，去，滚一边去！怎么，出租车不行吗？也不是不行，挑战需要交100万的公路养护费，你有吗？没有。那还不赶紧滚！没钱挑战什么？长见识了，头一次见出租车来参赛的。话别这么说，对吧？安全第一。也是，就怕连奖车王的尾气都看不到。哟，这不是你那个废物前夫吗？
还真是他。杨晨，你不好好开你的破出租，来这里干什么？王百花，这就是你的姘头？人家可是10大青年赛车手，比你出色100倍，赛一场的油费都够你开1个月的出租车了。窝囊废！妈妈，滚开！谁是你妈？可是死丫头，给我闭嘴！我没你这个女儿，别叫我妈，再敢叫，小心我！做啥子？王百花，你嫌贫爱富，我不怪你。今天要是敢碰他一根汗毛，我今日必废了你。40多岁了，还开个破出租，你以为我想嫁给你？当年要不是我爸，你觉得我会看得上你？害我生下这么个拖油瓶！闭嘴！哎呦呦呦呦呦！怎么了？生气了？要我说，这要怪就怪你没本事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了，你老婆妙得很。和这个废物较什么劲儿？咱今天不是来参加赛车大赛的吗？是啊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废物来做什么？戴先生，这小子是来参赛的。什么？他一个开出租的，也敢来挑战奖车王？可不是嘛，这小子还准备用出租车来参赛，不知道这车是加油啊，还是加气儿啊？咱们那个比赛场地可没有加气儿的。不用挑衅，我车喝92汽油就行。好了，杨晨，别装了，参赛要100万的，你一个穷鬼，你有那个钱吗？也是100万，够他开30年出租了吧？要不这样，不是杨晨，你给我磕3个响头，赏你几万，如何？谁说他没有？陈总，您怎么来了？他的费用我来出。陈总，您是不是认错了？这位大叔，一个开出租的司机，您给他钱，这传出去，怕不是让人笑话？就是啊，陈总，这人是我前夫，开个破出租就没上过80码，江湖号称黄色拖拉机。你在教我做事啊？我出钱，可以吗？当然没问题，陈总，只要能拿出补偿费，我们车行欢迎之极。咱们这边请。请。多谢。你我之间的关系就不必这么客气。他怎么勾搭上黑寡妇的？无所谓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一溜便知。各位，本月4位选手挑战奖车王，分别是黄金右手万如龙。好家伙，这黄金右手万如龙啊，传闻中他的右手可以同时操控方向盘和挂挡，那手速简直是奇快无比呀！至尊刹车王蔡有为的传奇弟子蔡吉，传闻这位可是深得蔡有为的真传，据说现在已经把刹车距离压缩到10公分之内了。要知道，顶级车手只不过才8公分呢。还有我们车友车行的赛车手刘全，都3个月了，没人能过得了刘全这一关。他可是奖车王的关门弟子，无论是刹车还是加速，都是完美无瑕的。这第4位嘛，出租车司机杨晨，加油！加油，爸爸，加油！这位是谁啊？不认识啊。出租车司机也想赛车？不能这么说，万一人家会漂移呢？对对对，那别漂移到悬崖下面去了呀！老规矩，要想挑战奖车王，需要先挑战他的弟子刘全。哼，这第1关比刹车，比加速，谁获得的分数高，超过刘全者，就有资格挑战奖车王。至于裁判嘛，则是我们车友车行的美女赛车手韩倩倩。这次我觉得得看黄金右手了。我觉得蔡吉也有希望啊，毕竟是车王的徒弟。我觉得都没希望，谁能比得过奖车王的徒弟刘全？第1关比刹车，比的是刹车距离，车子时速必须超过100，而且刹车距离不能超过10公分。时速100，刹车距离不能超过10公分。你拿顶级职业车手的标准来检验这4位车手呢？诸位车手，还请准备。
在干嘛呢？不知道呀。他怎么还不开始？1分钟内未完成者直接淘汰。杨晨，你的出租车该不会开不到100码吧？你呀，还是回去开你的出租车吧。赛车，不是你这种人可以参与的。不急。哇，蔡吉，车头距离终点9公分，好精准的刹车距离把控啊！不愧是刹车王的弟子。还剩最后30秒。小子，你这破车是刹不住的。封了开车门，这手手死了。这是。怎么可能？有点意思。这是绞杀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绞杀。恐怕只有这种出租车才能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打开车门，强行用脚制动吧。匪夷所思，简直是匪夷所思啊！是啊，1公分，刹车距离1公分，打破了车友车行有史以来的刹车记录。这个男人果然够神秘，也许他能帮我。我宣布，杨晨本次评分满分。偷奸耍滑吧！要不是时速只有100，他拿什么绞杀？第2场我绝对不会输。第2轮，赛车比加速。加速，这一轮不仅仅是对车手的考验，还是对车辆的考验。谁能在最短的距离实现领导层所称胜利？什么？轻火？刘全的轻火配合 V8 涡轮增压发动机，目前无人能敌，怕是这一轮3人都要输了。啊！技不如人，我弃权。就这？蔡吉的车居然能喷出蓝火，这可是价值上千万的豪车呀！杨晨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杨晨，知道我为什么选择蔡吉吗？你以为他真的只是会开赛车吗？人家可有的是钱。你呢？赛车本就是花钱的项目，一个开出租的能行吗？看来这一场的胜者非蔡吉莫属。这位赛车手居然还想挑战，小伙子，还是放弃吧。人家可是 V10发动机，整车价值6800万，可不是你一辆出租车就可以比的。不试试怎么知道啊？什么情况？一辆出租车居然可以喷出青色火焰？啊！这怎么可能？难道它也是 V8发动机？什么？蓝火？这比轻火更高一级，和蔡吉6000万的豪车同一级别的蓝火，这怎么可能？蓝火居然也是蓝火，那可是至少 V10涡轮增压发动机，价值千万豪车才可以喷发的火焰。100米加速，甚至可以近3米。疯了，简直是疯了！价值上千万的发动机居然安装在一辆出租车上，这真是暴殄天物啊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一个废物，一个开出租的，排气管怎么可能冒蓝火？假的，一定是假的。有可能在汽油里添加一些特殊元素，就可以让排气管喷出其他颜色。原来如此，一定是在汽油里面加东西了，不然他一个开出租的，凭什么冒蓝火？说的不错，靠着特殊的汽油，不会对汽车的机能有任何帮助，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。我就说嘛，哪有疯子给出租车安涡轮发动机的？看来是自己给车加了特殊汽油。什么？紫色？传说之中，顶级 V12发动机才能实现的紫色火焰。什么紫色？我看是汽油的功劳吧。是骡子是马，你都要拉出来溜一溜，在原地烧发动机，你倒是开呀！就是你倒是开呀！没错，还请选手注意时间，还剩最后5秒，5、4、3，爸爸加油！1。好快呀！我看到了什么？闪电，黄色闪电！好快的速度，提速距离50米，50米的加速记录，这岂不是比蔡吉的70米还少了接近20米？难道这出租车真是紫火？小小，
你的爸爸真的很厉害。那是当然，我爸爸可厉害了。小小，你看我干什么？阿姨，你是我爸给我找的新妈妈吗？要是你爸爸能赢下比赛，我可以考虑。我爸爸一定会赢。好。不，这怎么可能是真的？他明明就是个废物！你是在质疑我的判断吗？不敢。我宣布，本次加速比试胜者杨晨。是你吗？看来我的功力还只恢复了3成。老小子，就算你的车冒紫火，V12发动机又如何？赛车可不是你这种下等人可以参与的。你不要得意，想赢我师傅，你差得远呢。第2轮比试，海景裁判宣布比赛结果。我宣布，拥有挑战资格的人是蔡吉，还有这位出租车司机杨晨。杨晨，我劝你退出，免得到时候死在赛道上，那就不好了。那不用你操心。奖车王到。你敢？怎么不把这几个贱人撞死？可惜了。对了，你不说这小子是个废物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他之前在我爸的驾校学过车，后来才开的出租。可能我爸教过他几招。原来如此。你就这么开车的？不好意思，刚刚失误了。这样，我这有100万，扣。师傅，闭嘴！没用的东西，出租车司机都比不过。以后出门别再喊我师傅了。开车不注意安全，你这样的人不配当车手。他说我不注意安全，他说我不配当车手。你们说我蒋天配不配当车手？这可是10大知名车手之一的蒋车王。蒋车王虽然性格霸道，但车技不用说呀。传闻一手极限漂移，那是出神入化。今日啊，有好戏看。据说赢了蒋车王，便可以获得1000万奖金，还有那传闻之中的镇店之宝。来人，上奖金和镇店之宝。传闻中，这车有车行的镇店之宝，乃是传说中的白虎轮胎。真的假的？传闻不会空穴来风，估计十有8、9是了。白虎车轮一定是我的。蒋车王，有劳了。老伙计，我感受到你了。本次挑战，诸位选手都使用的是自己车辆，比赛地点就在这秋名山。此山路9曲18弯，挑战难度极大，谁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终点，即可获得胜利。下面我们将导播给到我们的裁判樊倩倩。诸位，还请做好准备。白虎车轮，我势在必得。此度还地，这是 A 级车，传说中的神圣天使。有趣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也得拿出点真本事。3个白旗口，这是 B 级车，传说中的神车雷凌。一辆 A 级车，一辆 B 级车。杨晨，你的破出租连 D 级入门赛车都算不上，你拿什么比？赢你们，我这辆出租车够了。什么？他真的要用那辆破出租来参赛？这是在搞笑吗？杨晨，要不你跪下来求我，我心情好了，说不定还可以借一辆 D 级赛车给你。
真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杨晨，你要是赢了我的话，这辆3个亿的 A 级车便是你的。我去，玩这么大呀！蔡哥，你这是……但是你要是输了的话，便从我的胯下爬过去。蔡哥，你可真坏。杨晨，你需要帮助吗？车，我可以弄到。怎么？怕了？怕了，现在给我跪下，还来得及。行，我接了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大家可都听着呢。虽然他的刹车操作都比蔡吉略胜一筹，但是呢，赛车嘛，赛的就是车。蔡吉有 A 级赛车加持啊，这下他必输无疑。小小，你爸爸大意了。陈姐姐，我相信我爸爸。哦，你别忘了我们的约定。我爸爸如果赢了，你就要当小小的妈妈哟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各就各位，预备，开始。太极的车太快了，奖车王的也很快，我都没有看清楚啊！出租车司机是不是没找到油门啊？我儿子的玩具车都比他快得多了。杨晨，你必输无疑。百花，出租车在哪儿？蔡哥加油！眼下你后面只有蒋天，至于那个杨晨，你连尾气都看不到。看来是我多虑了。罢了，先赢下蒋天再说。区区一个 B 级车，即使你是车王，也比不过我。什么？小子，这是秋名山，弯道多，直线加速什么？弯道快才是真的快。该死！你给我等着，下一个直线，我一定将你甩得远远的。蔡哥注意！我知道注意蒋天，你急什么？看我怎么超过他！蔡哥不是，我让你注意后面。师傅，注意身后！这是怎么做的？怎么可能？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赢过我，绝对不行！我去，躺着你还看着？就这，超车，休想！杨晨，别怪我没给你机会，给你留了一个缝隙，有本事你就当着我的面超过去。这么大的缝隙足够了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，赛车界有一招叫做天外飞仙。这出租车是没有机会了，这么小的距离，他根本无法超车的。不错，蔡吉和蒋车王的距离把控的也太好了，两车之间始终不超过1米。不过呢，能紧随蒋车王之后，也算是无憾了吧？一步慢，步步慢。A 级赛车的加速度一旦占据先机，就绝对不会给其他人任何机会。什么情况？出租车还在加速，他想要干什么？想要强行超车吗？什么？还在强行超车？一定是疯了！他会车毁人亡的。何必呢？赛车根本就不是他这种社会底层人士能够参与的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丢人现眼，糟了！爸爸加油！这是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明白了，是石子，他利用了石子的冲击力，让车辆弹起，实现贴墙行驶。神乎其技。该死！不好意思，你的车我超了。小子，不想死的话就乖乖放弃。在秋名山，还没有人敢开在我前面。这就是你的手段，看来你也不过如此。胜者为王罢了。
我在终点等你。哎呦，车胎爆了呀，真是可惜呀！下等人就得有下等人的觉悟。小陈，我在终点等你给我磕头。什么情况？出租车明明领先了，怎么会突然降低速度？快看，它爆胎了！爆胎了！还真是爆胎了！太可惜了，爆胎的车胎压不够，四轮不平，这下连赛车都无法进行了，不公平！你们这是作弊！作弊？什么作弊？赛车本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，怎么他开出租车的不爆胎？难道我师傅的 B 级车爆胎吗？就是，出租车能用来赛车吗？你知道蔡哥的 A 级赛车一个轮胎多少钱吗？够买10辆他的破出租了。比赛就是比赛，一切只凭胜负说话，谁开得快谁就赢。所以我宣布，杨晨比赛失败。不对，杨晨，他没有认输。什么？那傻子放下了吗？放心，你们已经甩开那小子几公里，追不上的。还没放下罢了，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废物，没有功夫和他计较了，殿下做的冠军才对。小子，我劝你不要赢我。蒋天，白虎车轮，我势在必得，而且这背后牵扯很多大人物，给我一个面子。管他多大的人物，都不能开在我的面前。你不行，你背后的人也不行。你。还要我再说一遍吗？算你狠！爆胎嘛，不过我一样能赢。这杨晨，即便是慢慢悠悠的开到终点，那又如何？这是赛车，看的是谁先到达终点。不错，没有人能超越我师傅。爸爸加油！来了来了！一马当先的是蒋天，蒋车王的车，紧随其后的是蔡吉的车。最后1公里，看谁最先抵达终点。陈小姐，看到没有？胜负已分。一个小小的出租车司机，难道还想逆天改命不成？确实啊，出租车基本没有希望了，落后太多了。是啊，都已经消失在转播画面中了。不过也正常，一个出租车难道还能比得过上亿赛车不成？天上怎么出现了一道车光？既然速度追不上，那么可以走捷径嘛。人车合一。这是什么技法呀？从天而降的车。他好像是第一个抵达的人。不好意思啊，车胎爆了，从山顶翻下来不算违规吧？不算，只要能率先抵达终点，就算胜利。但是你刚才是怎么做到的？人车合一。人车合一，传闻之中，赛车手的最高境界，只有抵达这个境界，才能让汽车平稳落地。神乎其技，简直是神乎其技！杨先生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师傅他输了。耶，赢了！走，带你爸爸去。快看快看，车来了！车。哎呦，你小子回来的挺快呀！啊，怎么轮胎爆了就灰溜溜的退赛了？不过你没死在山路上，也算你小子命大。杨晨，早知如此，当初何必来参赛呢？来吧，你输了，赶紧给我过来，下跪磕头，3个响头，少一个都不行。给你磕头认错，你搞错了吧？你们车友车行怎么回事？终点彩带我还没到就扯断了，你们太不专业了！以后
我可不来参赛了。蒋车王，其实是……好了，我不想听你解释。师傅，第一名其实是……够了，你今天的表现我很不满意，以后你不要再当我的徒弟了，我不收废物。杨晨，别磨叽了，这么多人看着，你要是个男人，就要认赌服输，赶紧给我下跪！认赌服输？没错，认赌服输，要不然你的下场很难说。那好，你的神圣天使可以给我了。杨晨，你有完没完啊？你眼睛瞎了吗？是我赢了，你输了，是你给老子跪下磕头谢罪，听到没有？蔡哥，闭嘴！你个贱人，难道你还想帮这个小子吗？我没有，别说没有，你分明就是还想着这个小子。采集，怎么心疼了？来，告诉我，你心里最爱的那个男人是谁？蔡哥，我当然是爱你的，那个老东西我才看不上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这还差不多。老东西，看到了吧？男人有钱有势，女人只有屈服，而不是像你一样窝窝囊囊的，一辈子当个废物。我想说，裁判要宣布比赛结果了。不见棺材不掉泪也罢，我让你输个心服口服。我宣布，本次比赛的获胜者是……本次比赛获胜者杨晨，耶！听到没有？胜利者。你说谁？杨晨？他凭什么是胜利者？你不服？我当然不服了，我始终在他前面，他车胎都爆了，他怎么可能超越我？黑幕，一定有黑幕！那你就好好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。怎么可能？他取巧？他杨晨的确是取巧了，但是你敢取巧吗？他敢不要命的从悬崖上飞下来，你敢吗？可是你还说你是车手，连生命都舍不得付出，你算什么车手？人车合一，居然是人车合一，能做到这个地步的，起码是赛车界的名流。他到底是谁？师傅，他作弊！我的车是出租车，有行车记录仪的，要不要我给大家看看你赛车过程中开黑枪吗？师傅，你给我闭嘴！技不如人不丢人，死不承认才丢人。站住！杨晨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。你要是真有本事的话，为什么要去开出租车呢？就是，亲爱的，咱们走。人可以走，但车留下。你说什么？杨晨，你做梦吧！就你也想要蔡吉的神圣天使？那可是 A 级赛车，你配吗？怎么想抵赖？蔡吉，难不成你想反悔？没人能够在我韩倩倩面前耍赖。蔡吉，你该不会是输不起吧？好，杨晨，你有种。不过这件事咱们没完。A 级车还行，练车可以了。用价值数亿的 A 级赛车来练手，这也太狂了吧！哼，杨先生，恭喜你挑战成功，这个是1个亿的奖金，还请笑纳。我要镇店之宝。你要镇店之宝？不错。糟了，这白虎车轮该不会真的被他拿走吧？虽然只是传闻，但是那位大人物可是点没有这东西。杨晨，我还以为你变聪明了，结果到头来还是个傻子。你该不会真的以为这镇店之宝就真的是什么白虎车轮吧？不错，虽然传言是如此，但那不过是传言，没有人相信。老板，既然他选，就给他吧。哼，真是个傻子。若真是白虎车轮，还能轮得到你吗？不过是比赛的一个噱头罢了。车友车行靠着挑战费都挣了几个亿。杨先生，你还可以再选择一次。若你真选择了镇店之宝，那后面可不要反悔哦。杨先生，我提醒你一句，这镇店之宝大概率就是个噱头。白虎车轮已经失传了，没有人知道其下落。的确，车友车行要是真有白虎车轮，恐怕100万的挑战费都不值，1个亿也有的是人挑战。
我就要镇店之宝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来人，把我们车友车行的镇店之宝给我抬上来。杨晨，你可要好好看看你心心念念的白虎车轮呐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这不是一堆废弃轮胎吗？杨晨，放着好好的1个亿不要，非要选什么废弃轮胎，那就恭喜你呀，获得你心心念念的白虎备胎。好东西啊，你真是蠢的可以啊！车友车行若是有白虎轮胎，就凭你啊！杨晨，那镇店之宝给你，你可要好好爱惜呀！杨先生，我已经提醒过你了，可惜你选错了。车友车行，你们欺人太甚，拿一堆废弃轮胎来当镇店之宝，这不是骗人吗？还是说欺我黑寡妇不识货？哎呀，别，陈小姐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！这镇店之宝可是在当年车神的案发现场附近找到的，虽然锈迹不是样貌平平，但说不定是明珠蒙尘了。你们，就是，而且是他自己选择的，我们车行可是提醒了的。没错，我们车友车行可没有说这镇店之宝就是白虎车轮，只是说有可能是。陈小姐，我们说的没错吧？杨晨，知道我最看不起你什么吗？我就是看不起你那副小人的嘴脸，以为自己投机取巧赢得了比赛，就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。我自己做的选择自己负责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杨晨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会帮你找到白虎车轮的。不用了，因为我已经找到白虎车轮了。不是，杨晨，你不会说这4个废弃轮胎就是白虎车轮吧？杨先生，你就认清现实吧。老板，他说是就是嘛。可惜了，选择1个亿多好，结果4条废弃轮胎，100块都不值。老板，那现在这4条车轮属于我了是吗？概不反悔。好，老板，那能请你帮我把车轮换上吗？好说。这什么？这是刚才是不是有一只白虎闪过？白虎车轮，这就是传说中无坚不摧、永远都无法磨损的神奇轮胎。白虎车轮，老伙计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师傅，白虎车轮真的是白虎车轮？我不想。白虎车轮，他怎么知道？他怎么可能知道？这不应该呀！奇迹，简直是奇迹！没想到白虎车轮居然隐藏在废弃车轮之中。刚才的高速磨胎已经褪去了表面的隐藏，暴露了真态。杨先生，我愿意出5个亿，和你交换这轮胎如何？5个亿就想买下这神奇轮胎，你还真是异想天开。我出10个亿，杨晨，这10个亿可管你后辈子衣食无忧了。不卖，多少钱不卖？杨晨，这轮胎可是车友车行的，莫非你要硬抢啊？对呀，这可是车友车行的镇店之宝，速速将车胎留下。不错，要么拿5个亿走人，要么1分都没有。自己说话当放屁呀！刚才可是你亲口说，概不反悔。不错，难不成你们车友车行要出尔反尔？不，是你们听错了。我说的是废弃轮胎归你，但里面的白虎轮胎归我所有。那我要是不给呢？杨晨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这轮胎你根本把握不住，还是快点交出来吧。杨晨，你要把这轮胎给我，保你安然无恙，否则后果可就难说了。拿下白虎轮胎！杨晨，小心！给我上！拆了他的出租车！
啊！白虎轮胎果然不动反响。我要是有了这个轮胎，谁还能超我的车？好厉害的轮胎！这就是白虎轮胎的威力吗？大家一起上，一个出租车还能翻了天不成？有本事你来呀！住手！你们车友车行是混不起了吗？昆仑车企，秦小姐，还真是秦小姐，昆仑车企的千金大小姐，据说是当代车神的未婚妻。秦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若是不来，怎么知道你们车友车行如此下作手段，言而无信？你们还想在车界混吗？不是我，秦小姐不是这样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问你了吗？昆仑车企，秦倩倩。当年那个小丫头，几年不见，长得这么大了。今天谁要是敢阻拦杨先生，那就是和我秦倩倩，和我昆仑车企作对，还有我赵家。杨先生，今天你的比赛我看了，很不错，我想请你参加半个月之后的车神大赛，你愿意吗？什么？车神大赛？车神大赛是最有实力的赛车手，不仅汇聚了各方的车神，而且还有不少 S 级别的神车。车神大赛我都没资格，他凭什么？就凭他赢了你，还是开出租车赢了你，足够了吗？啊，叶无敌也会参加吗？当然，他是车神，自然会参加。那好，我参加。而且你告诉叶无敌，车神之位我要定了。大胆杨晨，你以为你投机取巧获得了白虎轮胎，你就有资格挑战车神了吗？你也配！杨晨，我以为你有所长进，结果你只是从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，变成了狂妄自大的废物。那也比你这个抛夫弃子的女人好。你没有什么车神是不可打败的。潇潇，咱们走。后妈，你不上车吗？为什么我感觉他有点熟悉，像是杨晨哥哥？小小，你先回家，爸爸要和陈阿姨说些事儿。妈妈，再见。不好意思啊，童言无忌，不要放在心上。我很老啊，不老。你既然想参加车神大赛，那一定需要一辆好车吧？这样，我可以帮你弄到一辆可以媲美 S 级别的赛车。我有这辆老伙计就够了。那朱雀方向盘呢？无功不受禄。当然也是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当我未婚夫，陪我参加明日的赵家家宴。在爱的会线，有期待会相见，天会晴，心会暖，阳光在手指间。爸爸，你拒绝了陈阿姨吗？爸爸有你就够了。可是小小喜欢陈阿姨，想给爸爸找个妈妈，这样小小就有妈妈了，再也不会被人嘲笑了。好。奶奶，这位就是至尊刹车王蔡有为的大儿子蔡光，上次就是他开车去机场给老爷子送的药。蔡先生啊，这次啊真是多亏了你啊，要不是你啊，我们家老头子啊就危险了。哪里，一件小事罢了。厉害啊！听说晚高峰1个小时的车程，半个小时就赶到了。不愧是名师出高徒啊！这蔡光的车技
恐怕已经堪比一代车王了。算算时间，这车神大赛也快开始了，不知道这蔡光会不会参加？我大哥要是参加了，起码能进前10。低调，低调。赵老太太，您是不知道，蔡大哥当时为了赶路，连闯了20个红灯，撞伤了7、8个行人，才把药给送到了。好，不愧是知名赛车手，我赵家必有重谢。哪里，赵老爷子赵海德高望重，能救他一命，别说撞伤7、8个人，就是撞死10几个，那也无妨。危险驾驶，你还有脸吗？要我看，就应该吊销你的驾驶证，让你一辈子都开不了车。陈菲菲，你给我闭嘴！不过是杀了几个人罢了，我赵家又不是没有付医药费。怎么，那么几个人，难道他们的命能比你公公还重要吗？哦，给我公公送药的人，什么时候变成他蔡光了？后妈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要不是蔡先生蔡光送去的，难道还是你送去的不成？陈菲菲，你日理万机的，我还以为你这大忙人来不了。陈菲菲，你这扫把星，你公公虽然身体不好，但他还没死呢。你这个当儿媳的就在一旁说风凉话，怎么巴不得老头子死，继承我赵家的财产吗？就是呀，还是赵飞少爷上心，请来了我大哥千里迢迢的送药，可不像是某些人啊，成天和一个市井小民搅在一起。怎么，寂寞了，还是真的饿了？我看你也是真不挑呀。你口中的市井小市民，不会是我吧？你说的市井小市民，不会是我吧？杨先生可算是来了，我还以为你拒绝我了。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？看你表现了。对了，你的功劳可差点就要被人认领了。杨晨，你不好好开你的破出租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一个嫌贫爱富的女人都能来，我为何不能来？大哥，就是这小子用了卑鄙的手段抢了我的 A 级赛车，还有白虎车轮也在他手上。哦，你小子抢了我弟弟的赛车？哎，注意用词啊，不是抢，而是拿，堂堂正正的拿。你找死！陈菲菲，这人是你招来的，怎么，你该不会是说药是他送给爷爷的吧？你陈菲菲，你凭什么打我儿子？怎么，我打我儿子碍着你的事了？我陈菲菲的名字也是他能叫的。妈，你看他呀！陈菲菲，你过分了！我过分？你大孙子就这么跟他爷爷的救命恩人讲话，他不过分吗？什么？送药的是他？什么？是他？怎么，你也是赛车手？他呀，算个屁的赛车手！他不过是街上随处可见的出租车司机罢了。什么？出租车司机呀？奶奶，你听到没有？陈菲菲说她坐出租车去机场给老爷子送药。陈菲菲，我知道你想抢功劳，但你起码找个靠谱点的理由吧。就是，从公司到机场，晚高峰这会儿最起码也要1个半小时，30分钟。你怎么去的？飞着去的吗？陈菲菲，你太过分了！枉我赵家如此厚待你，让你以儿媳的身份执掌赵氏集团，看来这个决定该改了。老太太，你们也不能怪陈小姐，她也只是看走了眼。真正有问题的是那个杨晨。不错，杨晨啊，向来偷奸耍滑，他的话可不能信。那好，从今往后，这赵氏集团的总裁之位就由赵飞担任。陈菲菲，你就在家待着吧。至于你，来人，给我轰出去！放下！老头子，你总算醒了。好多了。爸，你看菲儿对你多上心呀！得知你忘记了带药，立刻就让知名赛车手蔡光
给你把药送过去了。说的没错，赵老爷子能挺过这一遭啊，多亏了蔡光。爷爷，你也不用谢我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日后赵氏集团在我的手里一定会发扬光大的。某些人现在正主当面，你还不灰溜溜的走？难道还要人赶走你不成？不错，再不走的话，可要当心被打断腿哦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我现在以赵氏集团总裁的身份命令你们，立刻将这2人给我赶出去！混账东西！爷爷，爸，您消消气，都是这陈菲菲的错，是陈菲菲把这个出租车司机带来的，还说什么是他陈菲菲救的您，他这不是胡闹吗？你给我闭嘴！妈，老头子，你这是……赵家老爷子不会是伤到脑子糊涂了吧？有可能。爷爷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我还没死呢。小伙子，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，老头子我可能真的要死得不明不白了。哎，小事儿。爷爷，他这小子就是个出租车司机啊！闭嘴！爸，你怎么为了一个外人屡次打你孙子呀？小伙子，都是老夫管教不严，这样我让这个不成器的东西给您磕头道歉。什么？让我儿子给一个开出租车的司机下跪？大哥，这药不是你送的吗？我是送的呀。那他为何？老头子，这可使不得呀！是啊，爷爷，他就是个开出租的。大胆！你可知道他是谁？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什么恩人？怎么可能？没错，给爸送药的人是我，而送我去机场的人正是杨先生。原来是他呀！你们这群不长眼的东西，还不快向杨先生道歉！不是，赵老爷子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给你送药的是我们的蔡大哥呀，怎么就变成了他杨晨？我赵家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？哇！赵老爷子，是我管教不严，让您见笑了。对啊，爷爷，我明明已经让蔡光把药送去了，而且交到了你的手中。是啊，爸，你肯定是被陈菲菲给骗了。真正救你的人，的的确确他就是蔡先生啊！说的没错呀，蔡光可是刹车王的大儿子，也只有他才能在晚高峰时期把药送给赵老爷子赵海的手里。是啊，没想到老爷子赵海居然认为一个出租车司机是恩人，看来这老爷子赵海是真的老了，糊涂了。爷爷，你听到没有？今天就算是你把我给打死，救你的人那也是蔡光蔡大师，而不是一个出租车司机。你爸，你别生气，当心气坏了身体。罢了，他说是他送的，就是他送的吧，一点小忙而已，我也没放在心上。一点小忙？你知道我闯了多少个红灯吗？这在你嘴里就是一点小忙。那你说，你闯了几个红灯啊？我一个没闯。露馅了吧？一个没闯，那你怎么送的呀？吹牛你都不过脑吗？弱者才不遵守交通规则，开车靠的是脑子，而你没有。你好，你既然觉得是你救了赵老爷子，那你应该很会开车吧？那你敢不敢跟我比一比？对，没错，空口无凭，手底下见真章。你敢不敢跟我大哥比一场？一个闯红灯、不守交通规则的法外狂徒，我跟你比什么呀？杨晨，你是不敢了吧？昨天不是还很勇吗？怎么见到真正的高手怂了？高手？就他？好大的口气！你知道蔡光是谁吗？刹车王的大公子，岂是你个开出租车可以碰瓷的？就是，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是你开车送我爷爷的吗？那你有本事跟蔡光比一比啊！你敢吗？是啊，你敢吗？闭嘴！你们太过分了！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我看你们是怕了吧？怕倒不至于，不过要赌些什么呢？赌什么？你要是输了，就给我跪下磕头道歉，还要还我的 A 级赛车。对了，输了，你就自废双手吧。自废双手？那你一辈子就不能开车了。可他是个司机啊！谁让他口无遮拦的？活该！你敢吗？都给我闭嘴！杨先生，你放心，在我赵家，我帮你证明。是呀，爸，你
你如此偏袒陈菲菲，怕是有失公允吧？对了，外面都传闻你是老八灰，该不会是真的吧？你给我闭嘴！妈！老头子啊，这赵家一直是你做主，但是今日要让他们再比一场，我也想看看他们谁赢谁输，再看看外面的流言蜚语是真是假。老婆子，你也想气死我不成？你心虚了。不就是比赛车吗？行，我接了。不过，如果你们输了呢？你可曾听闻玄武卡钳？你知道玄武卡钳的下落吗？我当然知道。只要你赢了我就告诉你玄武卡钳的下落。不过，你不会真的以为你一个开出租的，我会输给你吧？蚍蜉撼树，可笑至极。是，好歹也是沙车王的大儿子，怎么可能会输给一个开出租车的呢？若是蔡先生输了，我就听我爷爷的话，我给你磕一个头，不，我给你磕3个。笑话，就凭你，你若是赢了，我从此不再踏足赵家半步。罢了，你若是赢了，我赵家赠你3个亿。你若是赢了，玄武卡钳，我就告诉你在哪。杨晨，你不是一直想要我爸的赛车密点吗？只要你敢赌，就给你。岳父的赛车密点，我出100万当个彩头。我也出100万。老东西，我再加一点，我用我的 A 级赛车跟你赌，那可是价值10个亿的太阳神阿波罗。大哥，你疯了！阿波罗可是爹3件财产给你配的 A 级赛车，比我的神圣天使都珍贵几分呢。你懂什么？你以为我要的是名利？我要的是他的白虎车轮。原来如此。怎么样，老东西，你敢不敢跟我赌？输了就自废双手，顺便交出白虎车轮。白虎车轮，这可是 A 级顶级豪车呀！双方注入数10亿的股资，豪赌，真是豪赌啊！看来这场赛车有意思了。一辆 A 级赛车就想赌我的白虎车轮，你还不够资格。杨晨，你别太过分，这些东西加起来可不比你的白虎车轮便宜，你还嫌少。我看呐，是有人心虚，不敢比。就是奶奶，他就是心虚了，他不敢比，这就说明他就是个骗子。什么 A 级赛车，什么阿波罗太阳神，我都看不上。你不是要我自废双手吗？好，我接了。如果你输了，我要你永不开车，你敢吗？如果我赢了，我要你永不开车，你敢吗？小七，你确定他就是一个开出租的，投机取巧之后赢了你和蒋天？当然了，我和蒋天甩了他8条街，要不是他冲出栅栏，不要命的从山上飞下来，他这一辈子都不可能赢。怎么，害怕了？刚才不是很有底气吗？一个投机取巧之辈，以为赢了一个蒋天，你就是车手了。哼！我告诉你，我答应你，我还要告诉你，赛车不是你一个出租车司机就能参与的。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蔡光蔡先生，只要你把这小子赢了，我赵家愿意给10个亿。蔡先生，加油哦！好说。哼，小伙子，让你受委屈了，但是我相信你，赛事不管如何，我必让那无耻之徒付出代价。大哥，这是我王家的赛车密点，希望能助你一臂之力。你有心了，但赢他一个出租车司机还用不上什么密点。大哥，你一定要帮我夺回我的神圣天使。放心，你的 A 级车还有他的双手，我蔡光要定了。不过这赛车比什么啊？也没个裁判，难不成让这老爷子上啊？不过老爷子明显是站在杨晨那边的，有失公允。怎么又是个女人？没有裁判，让我来如何？怎么又是这个女人？昆仑车企的千金，赛车界的明珠，秦倩。居然是她！
那可是车神叶无敌的未婚妻啊！而且他的家族执掌整个车队，资产万亿，是名副其实的女富豪啊！那这么看，让他来当裁判，也算是公平。老爷子，身体可还安康？秦小姐客气了，家父可好？好的很。老爷子，没有裁判，让我来当，如何？不行，他和杨晨分明认识。怎么，你在质疑我，还是质疑我昆仑车企会徇私舞弊？住口！当然不会，有秦小姐来当裁判，自然是我的荣幸。堂堂昆仑车企的千金，车神的未婚妻，不会因为一个出租车司机而自毁前程。那就这么定了。那好，这里是一条环山赛道，那么这场比赛就比谁能最快转一圈。两位可有意见？没有。太好了，这次是环形赛道，可杨晨没法和上次一样投机取巧，从山上飞下去。我自然也没有。那好，那就请两位车手准备发车吧。是 A 级赛车，太阳神阿波罗，太霸气了！不知道出租车司机用什么？这难道是传说中的？出租车呀，陈菲菲，你找的男人也不怎么样嘛。怎么，他该不会以为靠着一辆出租车就能赢了蔡先生吧？出租车竟然跟 A 级赛车阿波罗比赛车，痴人说梦，看来结局已定。这不对劲儿，怎么了？不就是辆破出租吗？这车轮啊，我知道，这是4大神器之一的白虎车轮。不过大哥你放心，只是一个车轮而已，它赢不了你的。也是啊。小子，这山路考验的就是赛车的加速，知道什么是 A 级车吗？不憋，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。什么5个排气口？这不可能！这阿波罗不是 A 级车吗？改装是改装车，一般来说 A 级车只有4个排气口 ，S 级则是7个。赛光这一辆是 A 级车中的极品，所以拥有5个排气口。那是当然，我大哥这辆车可是 S 级赛车的标准，不是他一个破出租可以比拟的。杨晨，你现在知道差距了吧？多一个排气口，可是多了10%的动力，搭配 V12发动机，你看这喷射的紫色火焰，你拿什么和我大哥比？小子，现在认输，我只飞你1只手，如何？不就是排气口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也有。老伙计，让他们看看你的风采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4个排气口 ，A 级车，我是眼花了吗？这什么情况？居然将 A 级赛车涂成了出租车的模样 ！A 级赛车，他一个出租车司机怎么会有 A 级赛车？绝对不可能！杨晨，你对我的神圣天使做了什么？神圣天使？你那辆 A 级车，大哥，你有所不知，这小子将我的神圣天使给拆了，把排气口装到了他破出租车上面。别那么生气嘛！再说，你神圣天使不是输给我了吗？我想怎么改，跟你有关系吗？原来只是一辆东拼西凑的破烂车而已。哼，也是，只有你这种穷鬼才能凑出来这种华而不实的车。有你足够了。嘴还挺硬，我让你看看什么才是好车，什么才是真正的 A 级车。预备，开始。有点意思，不过就到此为止。接下来我将让你看看什么才是顶级赛车的加速度。红色尾焰？什么红色尾焰？传说之中 V14发动机所能产生的红色尾焰。V8发动机是青色尾焰，V10发动机是蓝色，V12则是紫色。至于红色，则是传闻之中 V14双涡轮增压发动机。说的没错，我大哥的车就是 V14双涡轮增压发动机。
配合着青铜卡钳外搭另一个排气口，足足将100公里提速加速到1.5秒之内。派一个杨晨，拿什么跟我大哥比？但是话虽如此，私加一个排气口，外加红色尾焰，这么强的动力，他能操控得过来吗？我大哥可是比我还厉害的车手，怎么驾驭不过来？就是，我大哥天下无敌。后妈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虽然杨晨的车有所落后，可前方都是弯道，杨晨未尝没有机会。加油！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这么大的实力差距，我看没有再比的必要了。不错，无论是车界还是赛车等级，我大哥都遥遥领先，他凭什么有？差距太明显了。不错，爷爷，你也看到，一个各方面都不如蔡光的人，怎么可能是那日给你送药的司机呢？就是，爸，蔡先生为了给您送药，那可是出了不少的力气呢，不知道闯了多少红灯，赔了多少钱呢。可千万别被小人给蒙骗了呀！闭嘴！谁给我送的药？我不清楚吗？你个老东西，这次居然没有弄死我，就该让你死在机场旁。等会儿胜负一分，看你怎么说。哼！前面就是死亡9大湾，眼下我已经和这小子拉开了距离，没必要继续冒险。哼！前方的弯道让蔡先生降速了，那又如何？即便是降速，也领先了杨晨不知道多少距离。难道他过弯不减速吗？有道理。等等，这杨先生是疯了吗？前方可是死亡9大湾，他还不减速？等等，这杨先生是要加速？疯子，绝对是疯子！他这是要干什么？找死吗？太危险了！前方可是死亡9大湾，每一个弯都是超过160度的大弯。如此大的惯性下，即便是车神在此也要减速，他为何还不减速？我看他8成知道自己赢不了，所以搞点动静出来，以死来逃脱惩罚。不错，最好一头撞死。哼，唉，是我拖累他呀。不，爸，我相信杨晨，他一定可以做到，因为他是我挑选的男人。这杨先生是要干什么？他居然在拉手刹！刹车，晚了！这么快的速度，刹车就是自寻死路。杨先生太大意了，急刹是个极其错误的选择。在如此大的惯性下，刹车会让车辆失控的。失控了！杨晨的车失控了！杨晨！不对，这不是失控。是陀螺漂移。陀螺漂移？现在才踩刹车，真的是找死！罢了，本来还以为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，没想到又是我一个人开完全程，没意思。什么？这是什么招式？陀螺漂移，陀螺漂移，陀螺漂移，真的是陀螺漂移。传闻之中，只有达到人车合一的境界，在极高的操作水准下，通过刹车让车辆旋转起来，在不减速的情况下完成漂移。加油！什么狗屁陀螺漂移，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就这手段也想赢我哥？就是，这可是连续的死亡9大湾，他不过碰巧过了1个弯。不错，我哥可是深得我爹刹车王的真传。蔡大师也出手了。对嘛，这才有意思。敢超过我，就不知道接下来的弯道你能不能赢过我这5喷红火的 A 级极品赛车太阳神阿波罗。哦！哎呦，车还不错。什么？你也是红色火焰？没什么不可能的，我连出租车都能改，为何不能改装一下发动机呢？怎么可能？拜拜。红色尾焰，难道杨先生的车也是 V14发动机？不可能，蔡哥，急什么？前面是弯道，你忘了我们蔡家
可是号称刹车世家，我爹可是刹车王的称号。您知道我爹的刹车王是怎么来的吗？因为我蔡家拥有传说之中的玄武卡钳。玄武卡钳，传闻之中可以让车辆在任意一个时刻强行停下来的玄武卡钳，就是那个消失已久、上一代车神的玄武卡钳。不错，就是失传已久的玄武卡钳。我哥拥有 A 级顶级赛车，外加玄武卡钳，这场比赛必胜无疑。玄武卡钳，真是玄武卡钳。杨晨，我本不想展现我真正的实力，但是现在是你逼我的，能输在玄武卡钳之下，也算是你的荣幸了。这个气息，难道是？果然是他，玄武卡钳。白虎车轮对阵玄武卡钳，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啊！可惜这是弯道，如果是拉力赛的话，胜负可就难说了。不过这弯道他赢不了。的确，玄武卡钳在过弯的优势太大了。那是当然。这杨晨，他要做什么？想超车，这么窄的路，我就挡在你前面慢慢开，看你拿什么跑。就算你用陀螺漂移，也没有施展的余地。有点东西，但不多。什么？这又是什么古怪招式啊？陀螺漂移2阶段，立体陀螺漂移。超过我又能怎样？前面可是直角弯，你疯了吗？陀螺漂移3级，旋转保险杠漂移。什么？你小子，别逼我！该死！怎么可能？后面是直线，蔡大哥还有机会。不，蔡光没有机会。虽然前方的道路都是直线，但是道路太窄，根本无法超车。也就是说，蔡光的顶级 A 级车完全没有办法发挥出优势。蔡吉，叫你大哥停车。什么意思？我偷偷在路上安放了炸弹，只要那出租车一旦路过，立刻爆炸，到时候他必死无疑。真有你的！杨晨，别逼我！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你不知道你马王爷有几只眼！大哥停车，前方有炸弹。等着！你听我的，胜者就是你。哼！杨晨，下辈子见了。怎么回事？可能是发生了什么事故吧。赵飞，你说什么？逆子，你都干了什么？爷爷就是随口一说啊。不好意思，刚刚发生了爆炸，那小子私自改装了车，发动机爆炸，估摸着这会儿应该已经死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谁说我死了？这怎么会呢？哎呦，你还没死？没死又能怎样？你的车已经毁了，这场比赛你输了。杨先生，你输了，不过你没事就好。杨晨，你现在给我跪下磕头，交出白虎车轮求我，我还能给你留一只手，别到时候2只手都废了，连生活都困难。蔡大哥可真是宅心仁厚，还留他1只手。杨晨，你还不快些跪下拜谢？你们太过分了，欺人太甚。后妈，愿赌服输嘛。如果是我们输了，我们也会履行承诺的。对呀，陈菲菲，我看你就是心思太过单纯了，才被这个小人给蒙骗了。我们大家也都是为你好啊。你的车不也没到终点吗？急什么？再者，谁说我输？还死鸭子嘴硬，你车都没了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可惜了。我看就不用给他留1只手了，我出价1000万，再要他1条腿。杨晨，今天过后你就是个4肢残废的废物。要是你求我，或许我还能给你1个月的买菜钱。杨先生，你确实是输了。虽然你们2人的车都未抵达终点，但是蔡先生的车还在，还待会儿可以轻而易举的驾驶车辆抵达终点。谁说我车毁了？杨先生，请您相信我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跟你共进退。
无妨，我说过我没输。那你的车呢？对啊，你的车呢？杨晨，你非要让我大哥再去开车去抵达终点，浪费这点时间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我劝你识趣，当然，我不建议你再把车开回来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的车来了。怎么没人呢？就是啊，什么情况？那出租车怎么自己开了过来？你的车不是毁了吗你？都什么年代了，你不会没听过自动驾驶？自动驾驶？杨晨哥哥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啊，在让汽车学会自动驾驶。自动驾驶啊？没错，自动驾驶让赛车手在危险的情况下，尽可能保障车手的安全。他难道是？杨晨，你使诈！杨晨，你胜之不武！我胜之不武。刚才是谁在道路上安炸弹？如果不是我有弹射座椅，恐怕现在已经死了。可是你用的是自动驾驶，我用自动驾驶怎么了？你身为一代车手，刚才如果有胆魄，就自己把车开下来。但是你贪生怕死，利欲熏心，你根本就不配当个车手。钱小姐，宣布结果吧。本轮比赛结果显而易见，只有杨晨一个人的车辆抵达了终点。那么这场比赛的胜利者就是杨晨。怎么可能？刹车王的大儿子竟然输了，竟然输给了一个出租车司机！哎呀，那岂不是我们也输了？我不服气！你质疑我？杨先生车技果然了得。你们给我听好了，当初率先抵达机场的是陈菲菲，而送陈菲菲来的人正是杨晨。明明我也到了。你到了？你什么时候才到？你到都1个小时了，而杨晨只用了20分钟。赵飞、柳依依，你们2个让我太失望了。爷爷，我闭嘴！现在你们该履行承诺了。若是蔡先生输了，我给你磕3个。你若是赢了，我从此不再踏足赵家半步。你若是赢了，玄武卡钱我告诉你在哪。你不是一直想要我爸的赛车秘典吗？只要你敢赌，就给你。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没错，有我秦倩倩在这儿，你们还想耍赖不成？完了，看个热闹，亏了100万。当初是谁说的，要给杨先生磕头下跪？刚才是谁要加码换我一条腿的？杨晨，你太过分！若是我输了，以你们的条件，难道就不过分？就是，刚才谁叫嚣着说输不起的？还不给杨先生磕头道歉？我跪下！杨先生，对不起。算你狠！我的100万你也拿去吧。废物，害死我了！王百花，把赛车秘籍交出来吧。我不管你以前开的什么车，但是我教你的是不依赖赛车的赛车技巧。王叔，你教我的开车技巧，我永远都不会忘。哼，不就是一本破秘籍吗？你还把它当成宝啊？我们走。站住！东西都拿到了，还要怎样？交出玄武卡钳！杨晨，你别得寸进尺！你要耍赖？好，玄武卡钳就在车上，你有胆子，你自己去取啊！但是，我得告诉你，有些东西你把握不住。那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不劳你操心。你给我等着！我们走。慢着，杨晨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？刚才是谁说如果我输了就自废双手？又是谁说输了永不开车？永不开车？那岂不是要废了才怪？你说什么？人可以走，腿留下。杨晨，我可提醒你，要是把擦光废了，就彻底得罪刹车王。杨晨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废了刹车王儿子的双腿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杨晨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杨晨，我就站在这儿，你敢废了我的双腿吗？你敢吗？爹可是刹车王。我管你爹是谁，我只知道如果我输了，自废双手；如果你输了，永不开车。杨先生，你可要好好想清楚。这老东西未免也有点太得理不饶人了吧？得理不饶人？什么是理？
他危险驾驶、闯红灯、撞行人，这就是理了吗？他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开车。今天我就做一回恶人，让你这辈子都开不了车。你不就是撞了几个人吗？你在这儿装什么正义？想废了我？那你就来啊！给他10个担子，他也不敢。怎么，废我？你不敢了？你刚刚不是还说的冠冕堂皇吗？哥，杨晨，你敢废我大哥？今日这场，我蔡家与你不共戴天！走。杨晨，你完了，等着刹车王的报复吧。眼下只剩下朱雀方向盘和青龙发动机了，只要集齐4件神器，我的实力就能恢复，甚至还能超越他们。白虎轮胎、玄武卡钳，这个人竟然集齐了当年车神2个配件。他究竟是谁？他好像那个人，杨晨哥哥，是他吗？爷爷，杨晨现在是彻底得罪了刹车王，我们赵家还是和他划清界限为好。是啊，爸，他太过分了。闭嘴！我赵家与杨家共进退。从今天起，杨先生为我赵家座上宾。作为感谢，我将拿出我赵家镇族之宝朱雀方向盘作为谢礼。什么？朱雀方向盘？这万万不可呀！怎么？你在教我做事？我赵家还轮不到你做主。爷爷，我可是你亲孙子。亲孙子？你当初偷盗我的药，你当我不知道？眼里还有我这个爷爷吗？老头子，即便是现在这么说，赵飞也是咱赵家的血脉，他是你的亲孙子。是啊，爸，菲儿他只是一时糊涂。菲儿，他就不是我赵家血脉。柳依依背着我儿出轨，诞下赵飞，你当我不知道吗？什么？妈，这是不是真的？我不是赵家人。爸，我只……够了，你们走吧。赵家这些年也对得起你。菲儿，我们走。区区一个赵家，不待也罢。走，带你去见你亲爹。家门不幸啊！爸，陈菲菲，你去老宅拿来朱雀方向盘，交给杨先生吧。杨先生，你留下。你和我儿媳什么关系啊？你是说那个叫杨晨的出租车司机赢了你，夺得白虎车轮，还赢走了我的玄武卡钳？爹，就是他，一群废物！我好不容易得到的玄武卡钳，居然被你们给输了！车友车行也是废物，把白虎车轮也丢了。若是我有白虎车轮配合玄武卡钳，这次车神大赛我必定夺魁呀！爹，你要为我报仇啊！放心，我是不会放过他的。伯父，我们可得到消息，那个陈菲菲去了赵家老宅拿朱雀方向盘。若是我们绑了陈菲菲，再威胁杨晨，交出白虎轮胎和玄武卡钳，伯父不就拥有了3件神器？到时候……对呀，好计谋！爸，我现在就去派人把那个陈菲菲给绑了。关系大概就是纯洁的朋友关系。纯洁的朋友关系？一男一女之间还能有纯洁的朋友关系？这赵老爷子，你听我解释。我真当我老糊涂了不成？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也只需给我一个答复。老爷子，您说。我这儿媳这些年所作所为，我都看在眼里，是个不错的丫头，我也早把她当成亲生女儿。你可愿娶她？不愿意。喂，杨晨，快来救我！后妈，别叫了，你叫爆喉咙也没有人能来救你的。好，别怕，闭上眼睛，就当我是你老公。
我是你后妈，你要做什么？哼，做什么？这还用问吗？畜生！不错，我就是畜生。不过那又怎么样？你又不是我真正的后妈，即使是又如何？今天我可是要尝尝这昔日山城第一美人是个什么滋味。你敢？哼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陈菲菲，我爹死得这么早，你应该很寂寞。这样，就让我这个当儿子的，好好满足你。好好好，这可是你逼我的，我现在就给你办了。哎，别急，待会儿有的是时间办他。但是眼下，他很重要。蔡吉，果然是你。不错，正是我。你说你不好好当你的赵氏集团的总裁，掺和什么赛车啊？还和一个出租车司机搅和在一起，你说你这不是自己找死吗？我看找死的人是你。不好意思呀，让你受惊了。你来了。哎，小子，你可算是来了。不错嘛，还把车开来，省得我们再跑一趟，双手抱头。你说你装什么呢？啊？去，趴在地上，给我舔干净，听见没有？舔完了，从我这钻过去。你们也太过分了吧！过分？这就叫过分吗？就是，这过分的还在后面。我还以为这小子会带人来，结果就他自己一个人，真是够蠢的。陈菲菲，你的滋味我也很感兴趣。呸！待会儿我们拿到白虎车轮和玄武卡钳以及你手中的朱雀方向盘，我们二人会好好伺候你的。你先还是我先呢？你后妈，当然是你先了。那我呢？你当然是一边看着了。这个就是你们的底线？什么？抱歉，我是开车的，这手快呀，那也正常嘛。啊，好，不愧是能赢得了我儿子的车手。爹，救我爹！你是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就是刹车王蔡有为。你应该听说过我的大名吧？整个山城黑白两道36路，我都有人。杨晨，你很能打，你能打有个屁用！出来混讲究的是背景，是势力。你一个破开出租的，识相的话，现在跪下磕头认罪，我可以让你痛快点。杨晨，现在看到差距了吗？好好开你的出租车不好吗？非得出来丢了性命。蔡有为，没错，你现在终于知道你自己惹上的是什么样的存在了吗？没听过这个名字呀。爹，你跟他废什么话呀？让手下上去把他废了不就行了？不急，再不抓人，可就真来不及了。哼，不好意思啊，先走了。爹，你还不抓吗？怕什么？一个出租车而已，在我刹车王的地盘，他能跑到哪儿去？爹，你难道要？2010年在东南亚参加赛车，就赢得了冠军。2015年赢得了岛国的闪电飙车王，然后连续3年打败了所有的赛车高手，赢得了全岛国无限制赛车冠军，人称魔鬼刹车王。哼，
车来！呵呵。爹，你只有 S 级赛车啊？至尊火麒麟，传闻之中100公里加速1.5秒的极品神车。爹，你这是从哪儿弄的？哼，你爹我纵横赛车界有一辆 S 级赛车，不是很正常吗 ？S 级赛车，杨晨这狗东西，这下绝对是跑不掉了。爹，我要亲手抓住他。放心，他跑不了。走，爹带你抓他。不是，我还没上车呢。道路已封闭，比赛可以开始。出租车上山了，各单位还请回避。一辆出租车还想让我回避？痴人说梦，甩开他不就行了？以后这种小事不要告诉我。什么？小子，你很让我吃惊，不过你也不过如此。婉儿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 S 级别赛车的能力，其加速度不是常人可以理解的。可是爹，现在路被2辆车堵住了，我们怎么超车呀？只有弱者才会超车啊！来，铁为父，干掉他！有道理。大西，无妨。爹，不管用啊！既然干不掉他，那就干掉他旁边那辆车，我超车必停的。那，有这个。好。疯了吗？不就是赛个车吗？怎么连火箭弹都搞出来了？原来是斗鸡赛啊！爹，吴就和你说了吧，这小子鬼得很，根本不知道他要耍什么花样。无妨，你前面就是魔鬼连环弯道，而且还是下坡。他的出租车重心偏高，想保持这个速度穿过去，哼，简直是不可能。除非他能掌握弯道的曲率信息，但是绝对不可能。那可是我蔡家的赛道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有道理，爹。现在减速，我们直接逼停他。你爹我刹车王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。放我下来！等我到了终点，你就可以下来了。前方急转弯。弯道信息，他居然有领航员。左弯3度，收油，下坡前行800米。收到。收油啊！你这个速度是不可能过弯的。你疯了？怎么还满油啊？哦，哈哈哈哈哈！找死！爹，那陡坡下面，我猜的没错的话，是悬崖峭壁吧？不错，从这儿摔下去，就算是铁打的人，也得东一块西一块的。待会儿我们就下去收集神器吧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怎么可能？杨晨，对不起。不用说对不起，你要做的就是相信我。可是赵老爷子已经将你许配给我，你就是我的女人，小小的妈妈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那就闭上眼，好好感受。好，能死在一起，也是一种幸福。不，你不会死。
哼！什么？电线杆过弯！爹，当心！爹！爹，当心！爹，车没了。我的 S 级赛车，我的车，我的积蓄，我的至尊火麒麟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？就这么走了？怎么样？我这个修车女王的水平不错吧？钛合金车架，外加碳纤维外壳，V18的发动机，堪比 S 级赛车。不错。那是当然了。不过咱们说好了，回头你可是要教我学车的。好说，还是差一步。明日就是车神大赛，若是有青龙发动机的话。妈妈，宝贝，想不想妈妈？你来做什么？当然是回我家啦，老公。别这么叫，咱们已经离婚了。杨晨，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难道就不念及和我的旧情？难道就不想让小小有个妈？你难道就不想和我发生点什么？杨哥哥，这位大妈是谁啊？你说谁是大妈？你说谁大妈呀？你看看你多大年纪了，你看看你的脸，这么厚的粉底都盖不住你脸上的黄斑，还你这身材，一言难尽呢。我才18，杨哥哥不喜欢我，难道还会喜欢你不成？大妈。杨晨，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就算不为自己想，难道不为小小想吗？他还这么小，你就想让他没有母亲吗？你当初抛弃我们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小小？所以你就选择他？大妈，你这话说的，你明明就是爱慕虚荣，怎么现在后悔了，还想复婚？你脸皮可真厚啊！杨晨，当初要不是我爸收留你，教你开车，让我嫁给你，能有今天吗？说吧，你今天过来到底什么事儿？蔡大师要花20亿的价格买你的出租车，杨晨，只要你卖了，我就答应愿意和你复婚，以后咱们就好好过日子，怎么样？20个亿，不错，20个亿，这可是你一辈子都挣不到的钱。才20个亿，杨哥哥要是愿意娶我，我愿意出100个亿。杨晨若是娶我，我陈菲菲出200亿当嫁妆，外加整个赵氏集团。不要脸！不要脸的是你，杨晨，我告诉你，蔡大师已经想到了对付你的办法。你若现在收手还来得及，你若是还执迷不悟，明天你只会输得更惨。回去告诉他们，准备好等死。叶无敌，我的徒儿。好，师傅，我回来了。为什么？都他妈9年了，我还是没有超越神车合一的境界。杨晨，你到死都还藏了一手吗？车神大人，说，属下得到消息，有一个人已经集齐了上一任车神的3件神器，准备来挑战你。3件神器？是谁的3件神器？杨晨。杨晨，师傅，徒儿等的你好辛苦。车神争霸赛现在开始，3年1次车神争霸开始了，不知道这次的冠军会刮落谁家呢？据说这次参赛的高手如云啊！9年前凭空崛起的叶无敌力压众高手，夺取了车神之位，成为第2代车神。不知道能否连任下去？可惜9年前若是杨晨车神没有出事，恐怕这车神之位……可惜呀，天妒英才。
刹车王蔡有为到。刹车王蔡有为是大车王名列第2，据说上届争霸赛他排名第3，只是输给了万老和叶无敌。如今万老已经隐退，如今能从叶无敌手上接手车神之位的就是他了。听说这3年，他一直在研究新的车，就是为了这次车神大赛。若是让我拥有4大神器，就算是叶无敌也休想赢我。蔡大叔，白虎车轮就在杨晨手上，可是那家伙油盐不进，不上道。无妨，今天我就让他吐出来。他今日若是敢来，定让他有来无回。车有车行，讲天王，讲天道。蒋天来了，大家据说辛苦了。10天前他曾在车友车行输给一个开出租车的赛车手。何止啊！据说还把白虎轮胎当成赝品给输了。你们刚才说什么？蒋天，你可真是有眼无珠，放着白虎车轮，你却当其是废品，真是暴殄天物啊！不错，不如早点献给我们黄金车行吧。蔡师傅，万师傅，我自知实力不如2位，今日前来只为一事，还请2位成全。哦，什么事？找回面子。哦，巧了，今天我也想让你们帮我找回面子。怎么，也有人招惹到你了？哼，该不会是我们要对付的是同一个人吧？昆仑车企秦小姐到，昆仑车企秦泉到。秦小姐来了。嚯，昆仑车企的秦总也来了，他可是车神大赛主办方啊，也是本次大赛裁判。见过秦师。诸位不必多礼。倩倩，人都来齐了吧？父亲，还差1人。时辰快到了，还有谁？就是我跟您说过的那个杨先生。秦小姐，我看今日这场面，他是不敢来了吧？我看他是怕了吧？没想到他居然这么胆小，居然不敢来了，怕是吓得屁滚尿流了吧？本次车神挑战赛，迟到者取消比赛资格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！车神到！车神，真的是车神叶无敌。秦老爷子，好久不见，您老人家身体可还安康？我的身体很好。那就好。倩倩，你是在担心我吗？你觉得呢？各位，我今天来这儿，不仅仅是比赛来的，还有一事。盘龙钻戒，车神之剑，那可真是无价之宝啊！车神的象征，无敌的荣耀啊！倩倩，嫁给我好吗？天哪！车神当初向秦小姐求婚。若是车神向我求婚该有多好。听说秦小姐3年前因为一纸婚约，成为了叶无敌的未婚妻。她不会来的，今年的车神是我的。不，我赌他会来。倘若他不来呢？那我便答应你。都9年了，我给了你9年的时间，如今时间一到，我相信你应该不会反悔吧？我相信他会来。他来了。怎么样？没算迟到吧？
小子，来的正好，今日我要让你下跪求饶。你小子就是杨晨？不错，我就是杨晨。杨晨，你还真敢来呀！不会真以为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就敢跟真正的大师比吧？今日高手如云，不用我师傅，就凭万车王、蒋车王，随便一个就能弄死你。我怎么感觉这蔡吉像是在内涵我？就他们手下败将啊！我曾听某人大放厥词说要战胜车神，不知道某人还有没有这个本事？就是，现在见到车神，吓得连话都不敢说了。我们还没攻赢车神呢！恭迎车神！恭迎车神！恭迎车神！大胆杨晨，见到车神还不下跪？跪他，他不配。这小子的眼神怎么那么像那个人？难道他是？他刚才说什么？叶车神，看来这小子是不服你呀！哎呀，车技比我高又如何？今日高手如云，得罪车神就是死路一条。他这下完了。车神，叶无敌，你该不会要当众逼婚吧？说什么？不是杨晨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车神与秦小姐9年前便有婚约，与你何干？我只知道秦小姐自始至终答应嫁的人是车神。难道他不是吗？他是不是还没下定论？你说什么？相信我。小子，难道你是说车神是你？秦师傅，比赛可以开始了吧？叶无敌，结婚的事情赛后再说，眼下比赛要紧。好，既然你想挑战我，也够我没给你这个机会。是不是只要我打败他，你就嫁给我？是，若谁获得本次车神，我便嫁给谁。好，看来这次玩大了。那我就先弄死这小子，然后蝉联冠军，赢得车神。接着，我再赢取你。那好，本次车神挑战赛赛道在这郊区的山道之上，没有围栏，没有规则，更没有限定。谁第一个到达终点，那么谁就是下一任的车神。I know something you don't, that's me coming for you. 哇 ，S 级赛车，暴风赤红。听说前段时间蔡大师变卖资产，就是为了购入这辆 S 级赛车。小天也抵押了资产，购入了这辆 S 级的紫金剃刀。又是一辆 S 级赛车，黑金剃刀，超越 S 级赛车的坠落天使。我不管你是谁，但是挡我者死。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小子，你的车呢？我的车你不是看到了吗？出租车？倩倩，你是不是糊涂呀？你是指望他靠一辆出租车赢得比赛吗？你知道叶无敌的堕落天使有多强大吗？100公里加速只需要0.8秒，没有人可以战胜他。谁说没有？你们看他的轮胎还有卡钳。白虎车轮，玄武卡钳还有朱雀方向盘。上个世纪的老东西，你还当个宝一样？你知道青龙发动机吗？我把它改成新的。这是青龙发动机，竟然被他改造成新能源发动机。这可是超越 V18的发动机，虽然只有1个排气管，但是远比那些7个排气孔的 S 级赛车更加的强大。旧时代的神奇配件对上新时代的新能源，究竟谁能更胜一筹啊？小子，希望你不要落后太多。放心，赢你还是轻轻松松。哼，还差最后一件神器，实力只恢复了80%，不过应该可以做到。3、2、1，开始！
油！师傅，加油！杨晨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去送死吧！就是，很快你们就会看到杨晨这个老废物是怎么一步步步入绝境，然后翻车身亡的。没错，这场车神大赛，那是我爹和各位车神联手给杨晨设的一个局，一个必死之局。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3辆赛车不去争夺第一，反而联手针对一辆出租车。怎么回事？3辆赛车不去争夺第一，反而联手针对一辆出租车。哦，有人替我出手。罢了，若是连3个车王都没法超越，也不配做我的对手了。小子，认输吧，交出3件神器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哈哈，不错，归还我的白虎车轮。我要你的朱雀方向盘。你们3大车王难道就这点水平吗？就凭这些，你想让我输？杨晨，别给脸不要脸！我们3大车王赌你一个，你难道还想超车不成？杨晨，我告诉你，这可是赛道，不限规则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。你真的要试试吗？你们还不够资格。找死！诸位，我们给这小子一点颜色看看，我要他死在前面的弯道上。刹车！必须刹车！一定会冲下悬崖！杨晨，小心！小心，这次可不是上次，没有电线杆，使用不了电线杆过弯。没错，若说不刹车，冲下悬崖，必死。有些人啊，就是不自量力。早知今日，为何不早点拿钱走，反而出来丢了小命？闭嘴！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！你一个爱慕虚荣的贱人，打你都是给你脸了。你给我闭嘴！你们，我相信杨晨，他不会没事。怎么回事？他这是要跳车吗？啊！这是什么招式？从天而降的超车方式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招叫做天外飞仙。跳车逃生了？不对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外飞仙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杨晨，你是真该死啊！无妨，躲过一劫又如，他还是必死。该死！追！躲一劫又如何？找死！追上来了，我看也不是那么废物嘛。可惜我们的差距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朱雀玄武白虎老伙计，助一臂之力。黄色火焰，这是传说中的 V18双涡轮增压发动机。这怎么可能？杨晨，你是真该死啊！可恶，速度太快了，追不上啊！没办法了，只能使用这一招了。你是说机枪扫射？我就不信他的车是铁打的不成？怎么会这样？他们使用武器，但是没有办法。什么？他们已经弃赛了，因为他们的目的已经达成，就是阻止杨晨获得比赛。
赛的冠军。哎呀，我早说过，杨晨他是赢不了的。哎，不过可惜了，没让他死在道上。是啊，杨晨得罪了叶无敌，比赛结束之后，在这山城他也没有容身之地了。就是陈菲菲，你挑男人的眼光果然很一般。可惜啊，太慢了，杨晨的车速实在是太慢了。叶无敌已经远远的把杨晨甩在了身后，已经没有比下去的必要了。虽然十分的不甘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前恭贺叶无敌，再一次获得车神的荣誉。终究还是办不到啊！开车不仅仅是开车，车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哪怕车有了故障，可是依旧可以迸发出难以想象的威力。车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车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我明白了赛车最终奥义。不对，你们看，左前轮和左后轮受损，但是我有办法。怎么可能？难道他是杨晨？不可能，杨晨不是消失了吗？而且他的样子跟杨晨也不像啊。杨晨哥哥，真的是你吗？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不是人，这不可能！加油！这样杨晨是不是就赢了？难说，叶无敌已经远远的把杨晨甩在身后。杨晨的车速即使再快，也很难超越。太可惜了，金火，就算是金火，也不可能行。这么大的差距，金火也无法超越叶无敌。就算是前任车神，也不行。最后1公里，最后1公里，冲刺！杨晨他能不能获得冠军？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传说中的氮气加速。耶，赢了！哎呀，没死，你不是死了吗？你不是死了吗？杨晨哥哥是你吗？你不是人，既然死了，又为什么还要回来？孽徒，今日我就收回你的一切！你是？不错，我就是杨晨，但是我现在叫杨晨。他才是车神，我就知道是你，我早该认出你来了。他是杨晨车神，我输得不远。你对我做什么？我的功力没了，全没了。这5年你去哪儿了？你问他。老天爷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9年前我明明杀死了他，已经把他人毁了，车也拆了，为什么你还活着？为什么？什么？难道当年捡回来的又是车神？原来是这样，爹，我糊涂啊！师傅，我错了，您放过我吧，师傅，师傅。审判你的人不是我，而是法律。你去自首吧。恭迎车神归位，恭迎车神归位。